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黑社会。熟悉香港的朋友都知道，香港在未回归之前，也曾有过一段混乱的时期，就像电影里出现过的那些桥段一样。那时候的香港，街头巷尾充斥着许多帮派，黑社会呢横行霸道，就连娱乐圈也不能幸免，甚至呢很多明星也都曾被黑社会刁难。那黑社会的存在，曾给香港市民带来过诸多麻烦，也同样在之后呢，为香港电影贡献了不少真实素材，得以让我们了解到香港人当年真实的生活场景。当然了，本期节目我们肯定不是为了给黑社会洗地，而是要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聊一聊香港黑社会与娱乐圈的那些事儿。在外人看来，黑社会的存在肯定是弊大于利啊，但对于90年代以前的香港民众来说，正是有了黑社会，香港才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这是为什么呢？那就不得不提一下香港黑社会的雏形。明末清初时，有一位叫洪英的勇士为保卫汉族的一线生机，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汉流的想法。最终汉流的这个想法呢，得到了延续，一直演变成为清代民间的秘密结社洪门，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天地会。后来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下，民间的局势变得越发复杂，什么陈近南啊、洪门五祖啊等等神人神事呢纷纷涌现。其中呢，洪门中的第二房洪顺堂管辖着两广一带，尤其在广东呢，势力范围极大。后来呢，在经历各种原因被分割后，洪顺堂被分成了各个派系，其中最有名的两支，一支是自称嫡系的致公堂，以孙先生为红棍，红棍呢也就是洪门里的最高职位，而另一支呢，则是香港人对黑社会的总称三合会。当年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英政府当时的殖民开垦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当时内地动荡不安，局势非常的混乱，那很多民众呢就选择逃到香港避难。香港最早的黑社会组织三合会便趁着这个机会大幅的吸纳帮派成员，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三合会呢从一个小小的社会组织逐渐壮大，入会的会员呢也从最早的码头工等社会底层人士，逐渐渗透到了公务司、船政厅、华民政务司、高等法院以及巡理府的府员等众多精英阶层。再加上呢，当时英政府只拿钱不办事的态度，这就给黑社会的滋生提供了充分的土壤。那各个帮派之间也由最开始的小打小闹，直接演变成了街边火拼。其中三合会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壮大，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帮会成员已经占了香港华人成年男性人口的1/3。据说当时很多前往香港避难的华人都需要加入三合会才能找到工作，而英政府呢又想在华人区实行自治，故意呢不给华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家里连通水通电这样的事儿都要靠三合会来出面帮忙。也正是因为这样，黑帮组织完全融入到了香港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靠着平里收取各种保护费、发放高利贷来维持帮派的运转。可以说黑帮文化已经成了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后来在经历了抗战和国共内战后，三合会也受到了流入新势力的影响，开始逐渐分裂，关系也变得极其复杂。时至今日，能够叫得上名字的也就只剩下本土帮派和盛和，以及有着国民党背景的新义安和14K。从上面我们聊到的内容可以看出来，香港的黑社会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香港民众的生活，那自然对港娱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可以这么说，港娱在80、90年代取得的辉煌与黑社会在背后的支持脱不开关系。而黑社会对港娱影响最大的圈子便是影视圈，毕竟拍电影是一个非常烧钱的事儿，钱不到位的话肯定没法开工，植入广告这个想法肯定是不现实的，因为那个年代还不实行这个赚钱方式，广告和电影当时是分开的，根本不存在电影中途插播广告这种行为。于是想来想去就只剩下一个办法，拉投资。那时候的香港还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小渔村，当时大家的手里都没有闲钱可以拿来拍电影，唯一手里有闲钱的便是那些黑社会组织。这样一来，黑社会便成为了影视行业的财主。到这里我们也有必要来聊一下电影在香港的发展史。早在1895年12月，卢米埃尔兄弟在咖啡馆请法国的名流们看了一场电影，这些名流在看完电影后感到非常的新奇，便纷纷效仿这两位兄弟的做法，电影也随之在法国传播开了。之后的一年，也就是在1856年，法国人在上海的徐园茶楼又一村放映了国内的第一部片子，
当时的民众只是把电影看作了跟耍猴一样的杂耍，看这玩意儿也就图一乐。但之后随着部分的戏剧从业者利用播放电影来宣传自己的思想，教育民众，电影这才慢慢被接纳，并逐渐成为了具有商业价值的艺术。后来不少受到启发的中国人便开始自己学着拍电影。当时由外商在上海投资创办的亚细亚影视公司就曾培养出不少国内导演。而此时呢，靠着上海租界的扶持，上海的黑帮势力也开始逐渐的扩张，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青帮。当时的这些黑帮大佬的儿子们又形成了一个富二代的新型阶层，他们在那个年代最早领略到了电影的魅力，于是这些有钱的富二代们便决定自己创业接外包。但后来受到抗战的影响，这些黑帮大佬们为了躲避灾难，纷纷开始逃亡。其中天一影视公司的老板最先在南洋拓展业务，成立了南洋影片公司，后来又受到其他电影公司的欺压，他们这才不得不把资金和设备再次转移到了香港，成立邵氏电影公司，这才有了喘息的机会。而由这个黑帮大佬的儿子成立的邵氏电影，日后撑起了香港影视界的半边天。起初邵氏电影还算是比较白的影视公司，虽说在网上能查到他们与黑社会之间存在的潜在联系，但双方没有太多的交集。只能说邵氏电影虽然是黑社会出身，但又异常的努力才能做到这么强盛。看到邵氏电影这么赚钱，其他大佬也是纷纷按耐不住内心的赚钱想法，于是纷纷效仿邵氏电影的做法，成立各大影视公司，进军香港影视圈。像是作为新义安话事人的向前，儿子向华强和向华胜在考虑转行时，最先瞄准的也是影视行业。他们先后注册成立了永盛电影、中国行、100年电影。虽说兄弟俩的马甲很多，但丝毫不影响赚钱。光是赌神这一部片子，就让永盛电影公司赚到盆满钵满。这也使得辛义安下定决心要转行做电影。在辛义安全身心投入做电影的情况下，他们确实捧出了不少优秀的影视明星，像周星驰、成龙、刘德华等人都是从辛义安出来的。除了辛义安，同样作为黑社会的何胜和也为香港影视圈提供过不少影视素材。何胜和是香港知名的黑社会组织，也是香港目前规模最庞大、最活跃的三合会组织。作为地地道道的本土帮会，何胜和保留下来的侠义之气也是最重的。行走江湖讲究义气2字，以至于他们在香港市民的印象中是比较守旧的，基本上不怎么参与电影的拍摄和制作，非常有神秘感。这也让人们一致认为，他们这种低调行事的风格才是黑社会应该有的形象。而这也是何胜和能长期为港娱影视圈提供真实黑帮素材的原因。一方面能自己投资拍电影，为港娱培养影视明星；另一方面又为影视圈的黑帮题材源源不断的提供素材。总之在黑社会的投资助力下，港娱在80、90年代确实涌现出一批红极一时的明星。正是这些明星的出现，才让港娱拥有了黄金年代。不过话说回来，别看现在港娱不如80、90年代辉煌，但相信大部分明星和导演都不愿回那个年代，因为黑社会终究是干黑的，所以遇到不听话的明星他们依然会用拳头教他们如何做事。当年作为影后的刘嘉玲就曾因为意识到傲慢，受到黑社会的教育。当初刘嘉玲正准备去参加曾志伟组建的派对，结果前脚刚停好车，几个蒙着脸的彪形大汉就冲上前来，二话不说将刘嘉玲的前车窗砸烂，之后强行把她拉下车给掳走了。关于这个绑架案的细节我们在这里就不做叙述了。总之在被绑架的几个小时里，刘嘉玲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不清楚，无论曾志伟等人怎么询问，他也只是说自己遭到了绑架，除了身上值钱的首饰和现金不见了，绑匪也并没有对他做什么。刘嘉玲尽管在这件事里没有受到过多的虐待，但她依旧对此事存在芥蒂，以至于每晚都会从噩梦中惊醒。可还没等到她释怀，新一轮的噩梦就又向她袭来。2002年东周刊的头版头条记录着刘嘉玲被劫匪强行拍下的照片，大尺度的清晰照让刘嘉玲瞬间成为被嫌弃的对象。当时的刘嘉玲以为只要自己守口如瓶，这件事就会石沉大海，但谁也没想到这件事会以这种形式曝光。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刘嘉玲也算是看明白了，自己这应该是惹上了不该惹的人了。虽说这只是刘嘉玲的猜想，但也不无道理，毕竟此前还有多位明星也都曾被黑社会给教育，像是梅艳芳就曾在酒吧里拒绝为一位大佬唱歌，被当众扇了一巴掌。
张柏芝的父亲欠下巨额债款，被黑社会下达追杀令，最后还是向太出面帮他摆平了此事。王晶也曾因为招惹到向华胜的女人张敏，当晚就被新义安的人用拳头教育了一番。总之，在80、90年代，黑社会横行霸道，港娱不少的明星也都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就连成龙、刘德华这样的国际巨星也难逃黑社会欺压。这样看来，黑社会势力与明星之间或许还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黑社会喜欢听话的明星，一旦明星产生逆反心理，他们便会用拳头解决问题。港娱是这样，台湾娱乐圈也是这样，甚至国际诸多黑社会组织与明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当初在拍摄电影《教父》时，意大利的黑手党就对影片的拍摄进行了干预，先是在片场安插自己的眼线，随后更是在影片拍摄时威胁导演科波拉对影片内容进行改动。好在科波拉还是顶住了压力，把电影给拍摄了出来。电影呢一经上映就引起了众多讨论。一方面美国警方认为这部片子助长了黑手党的风气，会教坏年轻人，不利于社会稳定。而另一方面，黑手党则认为电影把他们的造型相对美化，也省略掉了很多枪战镜头。所有的对战镜头呢，都选用的是那种一击必杀的效果。虽说双方都各自有各自的道理，但说句实话，《教父》是犯罪题材的电影没错，但它并不是在歌颂犯罪，而是在向观众陈述一个社会现实。就像《水浒传》并没有在教人如何造反，《红楼梦》也没有教读者如何撩妹，《阿甘正传》也并不是在告诉读者只有傻子才能成功。所以《教父》也只是想通过放大黑手党背后的无奈，以及面对背叛的零容忍，让观众切身感受到一个悲哀的社会现实，仅此而已。也正是这样，意大利的黑手党才同意科波拉拍摄《教父》，要不然按照他们组织内的纪律，科波拉别说拍摄《教父》了，估计拍到一半命都已经没了。回归今天的主题，要问黑社会与港娱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许他们是朋友，毕竟当初在黑社会的庇护和提供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港娱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无论是邵氏影视还是新义安，又或者是和盛和，他们都用自己的力量为港娱培养出了众多顶流明星，甚至是国际明星，一定程度上助力了港娱影视圈的发展，留下了不少如今看来仍是经典的影片。但另一方面又或许是敌人。回顾港娱的发展历程，虽说黑社会在中间留下了浓厚的一笔，但终究是玷污了整个娱乐圈。由于黑社会对影视行业的垄断和对港娱明星的打压，导致那些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的明星们整日生活在恐惧和阴影之下。直到这些社团陆陆续续洗白之后，他们才敢提及那段心酸的往事。这种恶劣的影响也导致香港影坛再难达到此前繁荣的景象，也更难培养出此前的那一批青年才俊。要不然当下活跃在荧幕前的就不会始终是80、90年代的那一波人。或许他们压根就没想过对港娱做出什么，而是让他们变得为我所用。大量资金前仆后继地涌入这个行业的背后又或许是为了掩盖别的目的。